接下來我們要關心到的是東南亞國家新加坡最新要部署它的 F-35，来自於美國的戰機哦，成為東南亞最強的空中戰力。包括現在可以看到，在新加坡這邊有它的逆中戰機潛艦。那麼日韓還有澳洲跟新加坡，難道要組抗中，來自於美國的抗中最前線的國家嗎？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來自於亞洲，美國終於要把它給出去，它的 F-35戰機 F-35B 哦，又增加了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新加坡，它也正式的宣布，2026年底它會拿到接收4架的 F-35B。那麼未來它會建立在東南亞這邊最先進的、最新進的空中戰力。我們可以看到總數會有20架的 F-35戰機，那這當中有包括12架的 F-35B 跟8架的 F-35A。那其實，在還沒有接收到這個 F-35之前，我們就看到新加坡的空中戰力已經非常的好了，包括它有 F-16C 跟 D、F-15S 跟它的阿帕契多架的直升機等等。那新加坡也是成為首個美國之外首個在陸地的基地操作 F-35B 的國家，不用依賴航母就能掌握逆中的空中優勢。呂艦長怎麼看？為什麼這個東南亞國家的新加坡會成為東南亞第一個引進 F-35B 的國家？這對於接下來在區域的軍事影響你怎麼看？因為其實對於東南亞來講啊，那除了新加坡之外，其他的東盟國家都是與中國的關係比較友好。那當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友好的時候，美國對於如何使用、如何交付這個 F-35，它就會有各種的疑慮，那當然就不會拿到。但是對於新加坡來講，我們如果看到最新的新聞，黃循財又7早8早的向這個高市早苗提供他那個向他祝賀，他又可以繼續連任首相。那更不要講說他之前高市早苗在提出這一個台灣海峽存立危機事態的時候，他講說，中國應該要放下歷史成見。其實這個都是新加坡領導人對於那個二戰的時候的一個錯誤認知。二戰的時候，其實日本並沒有對於新加坡沒有下狠手啊，也是有啊。不相信可以請黃循財到他的一個這個聖淘沙的公園裡面，就有非常清楚的陳列，因為我去看過，連我一個台灣人都去看過，連我一個中國人都去看過，你新加坡人更應該去看一看，當初日本人是怎麼樣做的。那為什麼新加坡可以獲得 F-35B？ 因為我們如果來看一下地緣的話，它最重要的也就是要遏制馬六甲海峽，而且掌握南海。這個是美國真正想要做的，因為現在眼看着這一個菲律賓根本就擋不住中國海警以及解放軍，那相對於其他的國家來講，其實都是對於中國大陸是友善的，所以現在唯一可以遏制住的也就在新加坡這個地方。那如果其實為什麼有 F-35B 呢？也就是它可以從陸地上很短程的起飛，然後垂直的降落，同樣它還可以降落在那個等一會兒我們這個另外2位會提到的它新一代的艦艇上面。所以這一些都是美國的鋪排，美國的鋪排也就是從菲律賓現在戰線已經拉到新加坡。那如果美國認為菲律賓不夠力，接下來新加坡會在南海成為這個抗中的最前線嗎？等一下我們會請委員來繼續幫我們做分析。那我們也先來看到說，美國給這些亞洲國家 F-35的国家配置佔比。現在根據了解呢，日本是最多的，獲得了147架，這是第一名哦。包括了它的 F-35A 跟 B。接下來第2名是72架的澳洲，第3名是南韓的40架。那接下来他還計劃要增加25架，最後才是新加坡的，它未來會有20架。那在此呢，新加坡最近也是不斷的增加它的軍備哦，除了說已經擁有了4艘德國的常勝級的潛艦，未來還會增加2艘，一直到最快2034年就會到位，還有6艘的多用途的戰鬥艦會將作為無人系統母艦，那預估2028年全數來做服役。委員怎麼
看，如果南海真的爆發衝突，新加坡成為抗中最前線嗎？它還能保持過去所謂的中立大國的角色嗎？新加坡不會成為所謂抗中的前線了，因為新加坡它整體的戰略是這樣：我不選邊站，但是我有被選邊站的價值。啊，那聽懂我意思？這是新加坡的整體的戰略，就是這個概念。你就比較能看清楚他在幹什麼。那要被選邊站的價值，就是我要武裝到一定程度。雖然新加坡的政府負債已經佔到 GDP 的165%，但是他還要繼續斥資預算擴充軍備。那你剛才講了，他跟德國買柴電潛艦，好，然後他跟這個德國採購這個地面、水面戰艦。然後跟挪威買水面戰艦，然後當然戰鬥機跟美國買 F-35B F-30B 和 F-30A 它其實有很強的政治象徵性，就是我的軍備系統跟美國是同一掛的，是政治象徵。第二個，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因為新疆土地很小，所以它要指揮臨近這麼廣大海域的作戰的時候，它沒有 F-35還不行，因為它不可能有什麼鋪路爪雷達，沒有這些東西。那 F-35的話有什麼特色呢？它其實不是一個單純的戰鬥機，它是一個基本上是一個指揮中樞。它可以同時讓海軍、陸軍還有美軍都可以看到同一張戰場態勢圖。它 F-35B 有這麼很強大的一個戰場管理能力。那同時呢，它可以收集到從空軍、海軍、電磁還有各種地面情報，能夠把它整合成在戰鬥機上的一個地圖。換句話說，你就把它看成是一個低空的星鏈，就在飛機在空中飛，它有這麼強大，然後可以通知它的盟軍，所以它某種程度來講，它買 F-35B 是作為空中指揮中心，以及跟盟友聯絡，然後讓人家告訴他，我有更強大盟友會來，你少碰我，基本上是採取這種戰略。那如果說真的要做空中作戰，那對不起那20加起來不太管用。好，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丁老師，就是在美中之間，這個長期來看，新加坡要如何維持中立，包括安全要靠美國，經濟還是要靠中國啊？老師怎麼看？所以基本上在亞洲，我們視新加坡好像是歐洲的瑞士嘛，就像中立國一樣。那麼它經濟好，但是它不去惹別人。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它從這1959年這個脫離馬來西亞成立一個國家。從不怎麼樣到甚至李光耀哭着說這個國家完蛋，他說我們會 we will survive 下來，現在算是一個經濟還不錯的一個金融市場很棒的國家。但在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世界不斷的在動盪，這個國家會擔心未來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他為了安全他必須要有保本的東西。這個國家也算有錢，所以他有錢買個 F-35B 是最貴的，ABC 的 B 是上億的比另外兩一個是 A 是7000多萬，這個 C 是9000多萬是最貴的，但他買他可以垂直降落，他最少有錢保命。我覺得在動盪的時候，但我不覺得他可以保命，但我不覺得他是靠邊站的一個想法，我覺得他還是在等距外交啦。我們今天回想起來，從1959年到1990年，李光耀任內的時候，他其實跟台灣關係非常好。你要從他們的角度，不要看台灣的角度。他跟李光耀當时這麼跟蔣經國還不錯的時候，其實當時不是有個台新計劃嗎？軍事計劃，這個軍事計劃不就是協助我們，等於是有秘密的一些軍事行動。這個據我所知應該是這樣，就是對當時的共產黨。可是你知道台灣已經改變了，台灣現在整個不管是外省族群或蔣經國這一邊的族群，靠這邊的這個所謂不管左派右派之間，已經跟對岸感覺是對岸的起來以後，大家的關係比較好。就像後來李顯龍常常在講的話。中國起來了，我們不能再背離中國，要跟着中國走近才對。